我替受伤的陌生男人垫付了1万块医药费，隔天参加同学婚礼，被前任嘲笑嫁不出去，不料总裁带着车队出现，谁说他没人娶？血滴在医院走廊的地板上，啪嗒啪嗒。急诊室头顶的白炽灯管嗡嗡作响，光线白得刺眼。我攥着钱包站在收费窗口前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前面排了10几号人，护士台的电话响个不停，有人在角落里大声喊疼，有小孩哭得声嘶力竭。我回头看了一眼候诊区那个男人，他靠在蓝色的塑料椅上，左手按着右边胳膊，血从指缝间淌下来，滴滴答答落在地砖上。他的衬衫袖子全被染红了，脸色白得像一张纸，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，可腰板挺得笔直，愣是没吭一声。旁边等号的人都不自觉地离他远了半步。先交1万2押金，收费窗口里飘出一句公事公办的声音。男人抬起眼皮，用没受伤的那只手去摸口袋，摸了上衣，摸了裤兜，动作越来越慢。空的，手机没有，钱包没有，身份证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能先处理伤口吗？他开口问，声音低哑，不急不缓，像在跟人商量一件不相干的事。规定就是规定，先交费再看病。我低头看了眼手机银行里的余额，12836块5毛。下个月的房租，下个月的饭钱，我妈下个月要拿的药钱，全在这里了。男人站起来往外走，血滴了一路，在灰白色地砖上连成一条歪歪扭扭的红线。等一下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。他停住脚步，回过头看我，那双眼睛深得像井，看不出什么情绪，平静的不像一个正在流血的人。我帮你垫。他微微皱了下眉。我走到收费窗口，把银行卡递过去，1万2，刷吧。密码按下去的时候，我的手指有点抖，滴一声，小票吐出来，余额只剩800多块。值吗？不知道，就知道见死不救，我做不到。护士推着清创车过来，男人坐在处置室门口，任由医生剪开袖子，露出那道口子，从手肘一直滑到手腕，皮肉翻开着，边缘发白，看着都疼。可他一声不吭，反倒盯着我看。叫什么？林婉。电话。我把号码报给他。他重复了一遍，语速很慢，像要把这串数字刻进脑子里。不怕我不还，那就算我倒霉。他嘴角动了一下，也不知道算不算笑。你就不问问我，为什么大半夜一个人带着伤在这儿？不问，为什么？关我什么事？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真的笑了，牵动着伤口，眉头皱了一下。行，林婉，我记住了。我转身就走，高跟鞋踩在医院走廊的地砖上，声音清脆又急促。背后那道目光一直跟着我，直到我拐过弯，再也感觉不到。第二天中午，我被高中同学李娟拽去参加一场婚礼。新郎是我前男友陈旭，新娘是我当年同班的赵梦瑶。酒店大厅摆了20桌，我被安排在靠门最远那一桌，旁边坐着几个老同学，一个个穿金戴银，恨不得把家底全挂在脖子上。婉婉来了，李娟第一个开口，上下打量我身上那条200块的连衣裙，嘴角压都压不住，在哪高就啊？小公司做行政。哦，行政啊，他故意拖长音，跟旁边的赵敏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就是那种眼神，你懂的。有对象了吗？没。哎呀，女孩子嘛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别太挑。李娟亮出手上那颗钻戒，少说2克拉，在灯光下晃得人眼花。我们婉婉啊，当年可是班花，
可惜，陈旭被孟瑶抢走了。赵敏啧啧两声，补完了这句话。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我不要的，谁捡走都行。两个人脸色同时变了变。这时候音乐响起来，全场灯光暗下去，追光灯打在门口。赵梦瑶穿着拖地婚纱走进来，身后跟着4个伴娘。陈旭站在台上，西装笔挺，头发抹得锃亮。两人交换戒指，当众接吻，底下掌声如潮。敬酒环节，新人挨桌走。到了我这一桌，赵梦瑶特意停下来，婉婉，好久不见。她端着红酒杯，从上到下把我打量了一遍，眼神里全是居高临下的得意。今天这裙子挺朴素的，还行，穿着舒服。陈旭站在旁边，表情有点僵。听说你现在一个人？赵梦瑶把声音拔高了半度，确保旁边几桌都能听见。要不要让陈旭给你介绍个对象？他公司有几个业务员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好歹是个男的。桌上有人笑出声来。我放下筷子，不用了，我自己能找。那怎么到现在还单着呢？该不会还惦记着我们家陈旭吧？全场安静了，隔壁几桌的人都转过头来看。陈旭脸涨得通红，拽了拽赵梦瑶的胳膊。梦瑶，行了。怎么啦？我说错了吗？当年是他自己没本事，留不住你。话没说完，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动静，整齐的引擎声，不是一辆车，是一队。酒店门童跑过去拉开大门，接着是笔挺的西裤，剪裁得体的西装外套，领口别着一枚银色胸针。男人站直身子，不紧不慢地整理了一下袖口。是昨晚那个男人，伤口应该缝了针，右手还缠着纱布。可他站在那里，气场压住了整个酒店门口。所有宾客都不说话了，赵梦瑶的笑容冻在脸上。他走进大厅，身后跟着2个助理模样的男人，目光扫了一圈，落在我身上，嘴角微微勾起，径直朝我走来。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，每一步都沉稳坚定，旁若无人。走到我面前，停下，全场死寂。他转身面对赵梦瑶和陈旭，目光冷得像腊月里的刀子。谁说他没有男人要？声音不大，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传遍了整个大厅。赵梦瑶嘴唇哆嗦了一下，你谁啊？旁边的助理上前一步，双手递上一张名片，烫金字体。赵梦瑶接过来一看，手开始抖。陈旭凑过去看了一眼，脸色刷得白了。沈听兰。有人倒吸一口凉气。那个名字，本是最大的商业集团掌门人，名下资产上百亿，动一动手指，整个商圈都要晃3晃。沈听兰看都没看那2口子，转过身来面对我，目光一下子就软了，像冰块化成了温水。他伸出手，林婉。我看着他缠着纱布的右手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昨晚你替我垫了1万2，今天我来还。他拉住我的手，十指相扣，掌心是热的，顺便来娶你。大厅里鸦雀无声。赵梦瑶手里的红酒杯啪嗒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陈旭的脸从白变青，从青变紫，最后定格在一种说不出的难堪里。沈听兰牵着我往外走，路过赵梦瑶身边时停了一下。对了，你老公上个月找我谈合作，被我拒了。他淡淡扫了陈旭一眼，眼光不行的人，我不合作。走出酒店大门，阳光洒下来，暖烘烘的。车队整齐排列，有人拉开一辆黑色轿车的车门。沈听兰低头看我，眼睛里映着日光。走吧。我坐在后排真皮座椅上，手被他攥着，抽也不是，不抽也不是。
车子的隔音做得真好，外面什么声音都听不见，只听见自己的心跳，扑通扑通扑通。沈听兰靠在后座上，右手纱布上渗出一点淡红色的血迹，刚才拉我手的时候大概使了劲。你伤口裂了？没事，医生缝了10几针。你说没事就没事。他偏过头看我，眼神里晃着一点什么东西。林婉，你关心的重点不太对。什么重点？正常人现在应该问我是不是开玩笑。我把手从他掌心里抽出来，整理了一下裙摆。你这种身份的人，不至于跑到别人婚礼上开玩笑。他笑了一声，那你觉得我是认真的？不知道，但今天谢谢你。我顿了一下，钱什么时候还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哈哈大笑，笑声在车厢里回荡，一点不像外界传的那个冷面阎王。你是我见过最有趣的女人。我是认真的。12000，对我不是小数目。还，连本带利还。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黑卡，递到我面前。我摇了摇头，我要现金。他又愣了一下，随即把卡收回去，表情认真了几分。行，明天让人送到你公司。谢谢。车子拐了个弯，驶入一条林荫道，两旁是独栋别墅，每一栋都隔了老远。铁艺大门，欧式立柱，门口停着保时捷、宾利。去哪？我家。你家？换身衣服，他上下看了我一眼。你这裙子不适合接下来的场合。什么场合？庆功宴。我眉头皱起来。什么庆功宴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像看穿了我的心思，淡淡补了一句：庆祝我找到未婚妻。等等，我坐直了身子，我什么时候成你未婚妻了？刚才你就是为了帮我解围，你觉得我沈听兰是那种为了帮人解围就当着几百号人说要娶她的人？我张了张嘴，竟然无话可说。车子在一栋白色别墅前停下来，3层楼，大花园带泳池，门口站着2排佣人，齐刷刷鞠躬。沈总。他下车，朝我伸出手。我迟了3秒，还是把手搭上去了。他的手很大，骨节分明，掌心干燥温热，牵着我走上台阶，每一步都踩得稳稳的。玄关挑高有2层楼，水晶吊灯从天花板垂下来。客厅里坐着3个男人，西装革履，面前摆着茶具。看见我，3个人同时站起来。沈听兰把我的手举起来，亮给他们看。林婉，我未婚妻。3人面面相觑。戴金丝眼镜的那个清了清嗓子：老沈，你认真的？我的人生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，语气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可一句话出来，整个客厅的空气都凝住了。他转头对佣人说：带林小姐去换衣服。一个中年女人走过来，笑容恭敬：林小姐这边请。我被带上2楼，进了一个衣帽间，大到离谱，4面墙全是衣柜和鞋架，中间摆着真皮沙发，角落里还立着3面全身镜。衣柜拉开，里面挂满了裙子，各种颜色各种款式，吊牌都没拆。沈总吩咐的，您随便挑。我的手指划过那些面料，丝绸、薄纱、蕾丝，最后停在一件黑色连衣裙前面。简简单单的款式，腰线收得刚好，领口不高不低，就它了。换上裙子，站在3面镜前看了看，镜子里的人有点陌生。中年女人又递过来一双黑色高跟鞋，鞋面上嵌着细细的水晶链子。沈总让人按您尺码准备的。他怎么知道我尺码？昨晚在医院，您扶他的时候，他量过了。我的脸一下子烫了。这男人换好鞋下楼，
高跟鞋踩在楼梯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客厅里的谈话声戛然而止。沈听兰抬起头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顿住了。她放下茶杯，站起身走过来，每一步都不急不缓，在楼梯口等着我，伸出手。好看，简简单单2个字，可她说出来像在念一句誓言。金丝眼镜在后面咳嗽了一声，听兰，晚上的宴会，老爷子那边肯定会收到消息，让他收。你就不怕？怕什么？沈听兰转身看着他们，我活了30年，头一回遇到一个敢掏光积蓄给陌生人垫医药费的女人，让我错过她，除非我死。车里又安静下来，可这次不一样了。他重新握住我的手，不是十指相扣，是轻轻攥着，像怕捏碎什么。林婉，待会儿的宴会可能会有很多人盯着你看，好奇的，不怀好意的，想看你出丑的。所以呢？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不用说话，交给我。我看着他，窗外路灯的光一道一道掠过他的侧脸。沈听兰，你都不问问我为什么就掏钱了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那个护士跟我说，你卡里总共就12000多，全给我了。他把目光转向窗外，这个城市里人人都在算计，只有你不算计。顿了顿，所以这辈子我也不会算计你。车子停在一栋灯火通明的大楼前，门口铺着红毯，两边站满记者，闪光灯噼里啪啦闪个不停。到了。沈听兰先下车，绕到我这侧拉开车门，闪光灯的强光一下子涌过来，刺得我睁不开眼。他伸手挡住我头顶，护着我下了车。记者们疯了，沈总，请问这位是沈总？听说您今天带车队去海悦酒店旁边，这位女士是您什么人？他面对镜头，表情又变回了那种冷冰冰的样子，可他的手始终放在我腰后，稳稳当当。介绍一下，他对着所有镜头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可气场压住了整条红毯。林婉，我未婚妻。闪光灯爆成了一片白昼。他顿了顿，补了一句，谁要是动他，就是动我。周一早上8点半，我站在宏达商贸写字楼门口，手里拎着路边摊3块钱的豆浆，背上挎着那个用了2年的帆布包。同事刘姐端着咖啡走过来，从头到脚把我看了个遍。婉婉，昨天的事是真的假的？什么事？群里都传疯了，说你傍上了沈听兰，人家开着10几辆奔驰去酒店抢亲。不是抢亲，我吸了口豆浆，是去还钱。还钱？我往里走，没多解释。电梯挤得要命，同事们都在偷偷打量我，有人窃窃私语，有人翻手机。屏幕上赫然是我跟沈听兰在红毯上的照片，配文灰姑娘一夜变凤凰。呸！打卡，坐到工位上，电脑刚开机，主管王芳就踩着高跟鞋噔噔噔走过来。她今天涂了个大红唇，手里抱着厚厚一摞文件夹。林婉，这些文件今天之内录入完。文件夹砸在桌上，发出砰一声闷响，录不完加班。我看了眼那摞文件，少说有3000页，3天都录不完，搬到后面档案室旁边去。为什么？工作需要。档案室旁边那个位置挨着厕所，常年不见阳光，头顶空调还漏水。原来坐那儿的小姑娘上个月辞职了，位置一直空着。我端起豆浆，把最后一口喝完。行。抱着纸箱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刘姐小声凑过来，她就是嫉妒你。傍上沈家，连人家大门都没进去。婉婉，你真认识沈总啊？我没回答，抱着纸箱走到那个阴暗角落。
头顶空调正往下滴水，啪嗒啪嗒砸在桌面上，跟昨晚急诊室的血滴声一模一样，可境遇完全不同。坐下来，打开第一个文件夹，全是手写单据，字迹潦草的要命，一页一页录入。10点、12点、下午2点，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发麻，肚子饿得咕咕叫。王芳路过我工位，往桌上扔了个馒头，凑合吃吧。塑料袋里那个馒头凉透了，硬邦邦的，咬了一口，嚼了半天咽不下去。这时候手机响了，陌生号码。喂，林婉，那个声音低沉，带着点慵懒。沈听兰，在公司。吃午饭了吗？我看了眼手里那个硬馒头，吃了。电话那边沉默了2秒，你在撒谎。没有。林婉，你撒谎的时候声音会低半度。我被气笑了，这人属什么的？关你什么事？当然关我的事。他顿了一下，你是我的未婚妻。那是在外人面前演的戏。谁告诉你是在演戏？手机差点没拿稳。定了定神，准备说点什么，电话挂断了。我看了眼屏幕，通话结束。莫名其妙。20分钟后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骚动，同事们的窃窃私语变成惊呼，有人小跑着往门口去。刘姐跌跌撞撞冲到我工位前面，脸都白了。婉婉，楼下停了5辆劳斯莱斯。话音未落，电梯叮一声响了，皮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，一下一下一下，所有人都不说话了。沈听兰走进办公区，身后跟着8个黑西装保镖，每人手里拎着东西。他今天穿深灰色西装，右手纱布换了新的，左手插在裤兜里。目光扫过整个办公室，王芳第一个反应过来，脸上堆满笑容迎上去。沈总，大驾光临，怎么不提前通知？他看都没看他，径直走过，在我工位前停住，低头看着桌上那个咬了一口的冷馒头，脸色变了。整个办公室的温度骤降了至少5度。8个保镖同时行动，手里拎的东西全部打开，保温食盒一个一个整整齐齐摆在我桌上。红烧排骨、清蒸鲈鱼、松茸鸡汤、蒜蓉菜心、蟹黄豆腐，香气弥漫了整个办公室。所有人，沈听兰提高声音，今天的午餐我包了。他看向王芳，目光像在看一只虫子，除了他。王芳脸一下子惨白，沈总，我不知道林婉是您的人，现在知道了。他不再理他，转过身看我，目光一下子就软了，跟变戏法似的。坐。保镖搬过来一把椅子，他把餐盒一个一个打开，把筷子递到我手里，先喝汤，暖胃。全办公室的人都看着。隔壁工位的小王张大了嘴巴，键盘都忘了敲。刘姐在人群里对我竖大拇指，眼角笑出了褶子。你怎么来了？来给你送饭。就为这个。沈听兰拿起汤勺，舀了一勺鸡汤吹了吹，递到我嘴边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你被开除了。王芳在那边腿一软，扶住桌子才站稳。沈总，不是你。他头都没回。是我未婚妻。他看着我，林婉，你不用在这种地方受气。你想做什么？跟我说。我放下筷子，看着他的眼睛。我要是不想靠你呢？那也可以。他从西装口袋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，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公司，去应聘行政主管，月薪比你这边翻3倍。你自己去面试，能不能过凭你自己本事。我拿起名片看了看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你昨晚掏钱的时候也没问我为什么。他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袖口，慢慢吃。我还有会转身走了2步，
又停下来。对了，王主管。王芳一个机灵，沈总，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了。沈总，我查过了，你去年收了3家供应商的回扣。他淡淡补了一句，证据已经发给你们董事长了。王芳瘫坐在地上，脸上的大红唇歪到了一边。沈听兰带着保镖走进电梯，门合上之前，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嘴角勾了一下。电梯门关上，办公区安静了整整10秒钟，然后炸了。刘姐第一个冲过来，抓住我胳膊：“林婉，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”我放下手机，端起那碗松茸鸡汤喝了一口，热乎乎的，比那个冷馒头好喝多了。连着5天，沈听兰的车每天准时出现在写字楼下，有时候是劳斯莱斯，有时候是黑色宾利，有时候他自己开一辆保时捷卡宴，胳膊搭在车窗上冲我摁喇叭。全公司都习惯了，刘杰每天到点就催我：“你家沈总来了，别让人等着。”不是我家沈总，可这话说出去谁信？第6天下午5点半，我收拾东西准备下班，手机上进来一条微信，不是沈听兰，是个陌生号码：“林婉，我是陈旭，有事找你，能见一面吗？”我直接划掉。又震了，我真的有重要的事跟你说，关于沈听兰，她骗了你。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下，我在你们公司对面的星巴克，就10分钟。我回了2个字：不去。手机消停了5分钟，又震了，这次是条彩信。打开一看，我愣在原地。照片上，沈听兰扶着一个女人的胳膊，女人穿着白色连衣裙，长发披肩，侧脸看不太清，但身材气质一眼就知道不是普通人。2人站在某个高档餐厅门口，女人的手搭在他胸口，姿势亲密得很。陈旭又发来一条，这女人叫姜诗雨，姜氏集团的千金，2家是世交。你以为沈听兰真看上你了？你不过是他用来气他爸的工具。我没回，把手机放进包里，下楼。星巴克里，陈旭坐在角落卡座，面前2杯拿铁。看见我进来，眼睛亮了一下，站起来挥手：“婉婉这边。”我坐下来，没碰那杯咖啡。照片哪来的？我一个朋友拍的。姜诗雨刚从国外回来，沈家已经在筹备订婚宴了。他往前凑了凑，压低声音：“婉婉，我是为你好。沈听兰那种人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，他玩够了就会把你扔了，到时候你什么都没有。那你觉得我应该有什么？”陈旭愣了一下：“你跟赵梦瑶不合适，你自己知道。”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，他的表情变了变：“梦瑶家里有钱，所以呢？你跟我分手的时候，不就是因为我没钱吗？我是看在往日情分上才来提醒你，沈听兰那种人凭什么看上你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”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：“说完了。”说完了，我走了。走出星巴克，外面天色暗下来，路灯刚亮。我站在路边等公交车，心里翻来覆去那张照片，沈听兰扶着那个女人，女人的手搭在她胸口，姿势亲密。我深深吸了口气，又缓缓吐出来：“关我什么事？我只是帮他垫了12000的医药费，他帮我在婚礼上解了围，我们之间就是一笔交易，谁都不欠谁。可胸口为什么堵得慌？”手机响了，是沈听兰。在哪？公司楼下。不是说好等我接你吗？今天不用了。电话那边安静了2秒。林婉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你的声音比平时低了半度。我说了没怎么。你在生气？没有。有。这个人怎么跟狗皮膏药似的？沈听兰，我问你个问题。
问：江诗雨是谁？电话那边沉默了，这沉默比任何回答都扎人。风刮过来，吹得路边的树哗啦啦响。我攥紧手机，指尖发白。你知道了，他的声音很平静，没有解释，没有否认。所以你承认了。承认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。那你沉默是什么意思？我在想怎么跟你说。那就别说了。我挂了电话，站在公交站台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，脑子里乱七八糟的。这时候，一辆白色宝马停在我面前，车窗摇下来，露出一张女人的脸，江诗雨。她本人比照片里漂亮得多，五官精致的像画出来的，一身香奈儿套装，手腕上戴着一只满钻卡地亚。临晚，我没应声。上车聊聊。不上。他笑了一下，笑得矜持又高贵，像施舍。你放心，我不是来找麻烦的。有些话沈听兰不方便跟你说。什么话？关于你们之间的交易。交易2个字咬得特别重。我的拳头在身侧攥紧了。我跟他的事不劳外人操心。外人？他轻轻笑了一声。我跟他认识15年，2家人从小就把我们当一对。你觉得谁是外人？顿了顿，他爸身体不好，受不了刺激。听兰为了气他爸，故意找了个背景差的姑娘演戏。你要是个聪明人，就该知道自己值多少钱。他从爱马仕包里掏出一个信封，递出车窗，里面是50万的支票，算是给你的辛苦费，也算是我替听兰补你那份人情。信封停在半空中。50万，我妈的医药费，我欠的房租，我每个月的紧巴巴。拿了钱，啪一声，车门被从外面猛地打开。沈听兰大步走过来，脸色阴沉的像暴风雨前的天空。他看见江诗雨，看见那个信封，脸色更沉了，一把将我拉到身后，挡在前面，对江诗雨冷冷吐出2个字：滚。江诗雨脸上的笑容终于挂不住了。他从车上下来，高跟鞋踩在马路牙子上晃了一下才站稳。他看着沈听兰，眼眶瞬间泛红，嘴唇微微发抖。听兰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？沈听兰的声音像淬了冰。拿钱羞辱我的人叫为我好？你的人？江诗雨的声音尖起来。他算你什么人？一个在医院碰上的陌生人，给你垫了1万2，你就要娶她？你疯了还是傻了？娶谁是我的事。那沈叔叔呢？沈家呢？我们2家的婚约呢？什么婚约？我爸跟你爸喝酒时开的玩笑，你当了真？我没当。江诗雨脸上的血色一瞬间退得干干净净。他后退一步，踩到路沿，差点摔倒，扶住车门站稳，大口喘着气，精心打理的头发散下来几缕。沈听兰，你会后悔的。我做事从不后悔。那你告诉他了吗？江诗雨指着我。你告诉他，你爸已经知道这事了，血压飙到220，差点中风。你告诉他，董事会上几个叔叔联合起来逼你退位。你告诉他，你现在手里3个项目都被抢了资金，就因为你非要跟一个穷丫头在一起。每一个字都像雷一样劈过来。我站在原地看着沈听兰的背影，她挡在我面前，肩膀很宽，腰板笔直，西装下面右手纱布已经拆了，新结的疤在路灯下隐隐可见。这些事跟他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都是他害的。够了。沈听兰声音不大，可每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。江诗雨，我最后说一次，婚约从来没有，女朋友不是你，未婚妻是他。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变。公交站台又安静下来。沈听兰转过身低头看我，表情松了，
眼神里多了一点说不上来的东西，小心翼翼的。他给你多少钱？50万。你收了吗？你看我像收了的样吗？他愣了一下，随即嘴角勾起来，不是那种商业场合的假笑，是真心实意的笑，从眼角笑到眉梢。林婉，你怎么这么犟？天生的。他拉住我的手往车上带，这次不是手腕，是手心，十指交叉，攥得紧紧的。上车。去哪？带你去个地方。车子驶出市区，上了绕城高速。车里放着低低的爵士乐，窗外万家灯火渐渐变成星星点点的山影。他没说话，我也不说，安静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踏实。那些事，我先开口，江诗雨说的那些都是真的。真的。我爸住院了，高血压，老毛病。董事会逼我退位，是我爸的意思，想用这个逼我服软。项目被卡了3个，大概亏了7、8千万。7、8千万，这个数字压过来像一块大石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向窗外，沈听兰。为了我，值得吗？车子减速拐进一条盘山公路，两边是黑黝黝的树林，车灯照出一条窄窄的路。林婉，我跟你说个故事。他握着方向盘，声音平缓。10年前有个男孩被绑架了，绑匪把他关在废弃厂房里3天3夜，不给吃不给喝，他以为自己会死在那里。车子拐过一个弯，第3天晚上，一个小女孩从破墙洞里钻进来，把兜里的馒头塞给他，又跑出去报警。男孩得救了，但警察到的时候，小女孩已经走了。没人知道她叫什么，从哪里来。他转头看了我一眼，那个男孩是我。我找了他10年。车子停在山顶一片平地上，我往外一看，呆住了。整个城市铺在脚下，万家灯火像撒了一地的星星，远处的江像一条银色的带子蜿蜒穿过城市的腰际。沈听兰下车绕过来，拉开车门。到了。他转过身面对我，山风吹乱了他的头发，可他的目光定在我身上，纹丝不动。你说，为了他，我倾家荡产都值。我的心脏狠狠跳了一下，深呼吸，想要让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。你怎么知道那个救你的人就是我？你的名字？他笑了一下。警察跟我说过，那个女孩走之前问了她叫什么，她说她叫小雨。林婉，你以前是不是叫林小雨？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。10年前，城南废弃化工厂，我确实在那里报过警。我说了，小雨就挂了。后来看新闻说，被绑架的富家少爷获救了。再后来，日子照样过。我妈的病越来越重，我辍了学，打工挣钱，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，早把这事忘了。林婉，他的声音把我拉回来。江诗雨说的那些，我不在乎。公司没了可以再开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但人这一辈子，有些东西错过了就再也找不回来。他伸出手，手掌摊开，所以别再推开我了。山风呼呼的吹，远处城市的灯火明明灭灭。我的手在身侧攥紧又松开，松开又攥紧，最后抬起来，放在他掌心里。他笑了，不是刚才那种勾嘴角的笑，是真正的眼睛弯起来的笑，像山顶的月光，清亮又温柔。走，带你去看个更好玩的。还有什么？跟我来。他牵着我往山顶另一边走，绕过一片松林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山坳里有一片空地，种满了向日葵，正值花期，金黄的花盘在月光下轻轻摇晃。10年前的夏天，我在这里种下第一颗。他蹲下来摸了摸最近那颗向日葵的叶子，每年都来种，想着有一天找到它了，就带它来看。我的眼眶发热，
沈听兰，你这个人太傻了。他站起来，月光落在他的侧脸上，把那些旧伤痕照得清清楚楚，右手上的疤，左手腕上的旧痕，后颈上若隐若现的伤痕，都是绑架留下的印记。傻就傻吧，他笑着看我，反正只傻给你一个人看。晚上他送我回家，车停在出租屋楼下，楼道里的声控灯换了2盏，暗得很。明天我来接你。不用天天接。我想接，他靠在车门上，双手插兜，西装外套还披在我肩上。林晚，那张照片，我跟僵尸语的那张，你不用解释，用得着。他直起身子，很认真地看着我。以后不管谁给你看什么，先来问我，你答应我，我就信你。好，明天早上我来接你，你再给我。他拉开车门，上车，发动引擎，车窗摇下来，探出头。林晚，又怎么了？做个好梦。顿了顿，嘴角勾起那个标志性的弧度。梦里有我。车子走了，尾灯消失在巷子尽头。我站在楼道口，身上披着他的西装外套，山间的向日葵和满城灯火还在脑子里转。手机亮了，他发来一条微信，晚安，就2个字，后面跟了一个向日葵的表情。我握着手机站在黑漆漆的楼道里，嘴角咧到了耳朵根，怎么也收不回来，像个傻子一样。第二天早上7点，闹钟还没响，手机先震了。沈听兰，起了吗？这才几点？7点。7点算早吗？对于接你上班这件事，我凌晨5点就醒了。我把脸埋进枕头里，闷笑了一声。这人说话怎么越来越没谱了？楼下等你，豆浆要甜的还是咸的？甜的。等着。挂了电话，我从床上弹起来，洗漱、换衣服、化妆，全程只用了20分钟。镜子前照了照，气色比之前好了不少，脸颊有点肉了，黑眼圈也淡了，被他喂了半个月，人都胖了3斤。下楼的时候，劳斯莱斯已经停在老位置。沈听兰靠在车头，手里拎着2个袋子，一个装豆浆包子，一个装水果。我接过豆浆喝了一口，甜的，温度刚刚好。你不用天天来接我，我自己坐公交就行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我愿意。他拉开车门，做了个请的手势。我上了车，系好安全带，他从另一边上车，发动引擎，顺手把水果袋放在我腿上。今天下午有个事。什么事？我妈要见你。豆浆差点呛进气管，我猛地咳了几声。他递过来纸巾，表情一点波澜都没有。你妈？沈听兰，你妈要见我，你现在才跟我说，提前说了你会紧张。废话，我现在也紧张。不用紧张。他转方向盘，车子驶出小区，有我在。车子开进城南一片老别墅区，梧桐树遮天蔽日，每栋房子都带个大院子，铁艺门，石头墙，门口种着月季和桂花。车停在一栋3层老洋房前面，沈听兰熄了火，转头看我，准备好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点头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推开车门。客厅很大，老式实木家具，墙上挂着山水画，博古架上摆满了古董瓷器。沙发上坐着一个女人，50出头，穿着藏青色旗袍，头发盘得一丝不苟，手腕上一只翡翠镯子绿得发黑。他对面坐着僵尸雨，今天穿了件白色蕾丝裙，化了淡妆，眼睛红红的，像是刚哭过。看见我进来，嘴角浮起一丝笑，得意的那种。妈！沈听兰叫了一声，拉着我坐下。沈太太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从上到下，从下到上，
每一寸都没放过，那眼神像把小刀，刮得人浑身不舒服。就是他，林婉。沈听兰把我往前带了带，我未婚妻。未婚妻？沈太太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我还没点头，哪来的未婚妻？我点头就够了。听兰，沈太太放下茶杯，声音尖了半度，你爸还在医院躺着，你就为了这个女人把家里闹得天翻地覆？爸是自己血压高，不是婉婉气的，有什么区别？要不是他，你爸能气成那样？要不是他，董事会能跟你翻脸？要不是他，诗雨能受这么大委屈？江诗雨适时地擦了擦眼角，阿姨别说了，听兰有她自己的选择。什么选择？沈太太越说越激动，一个来路不明的丫头，在医院故意接近你，花12000演了出苦肉计，就把你迷得神魂颠倒。妈！沈听兰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客厅里的空气像被冻住了。她从没在他妈面前这么大声过，婉婉救过我，不是演苦肉计。你怎么知道不是？因为那天晚上我是临时起意去的医院。他声音沉下去，绑匪当年在城南废弃化工厂关我的事，你忘了？沈太太的脸色变了。我站起来，不卑不亢，阿姨，我从来没觉得我能进沈家的门，是您儿子一直觉得。沈太太噎了一下，我不图沈家的钱，不图沈家的事，也不图沈家的门第。我的声音稳稳的，我跟沈听兰之间，是他先来找的我。他愿意，我便愿意；他不愿意，我绝不纠缠。沈听兰攥紧了我的手，我面对沈太太，每一个字都清楚明白。您担心我图沈家什么？可您有没有想过，我一个穷丫头，穷的只剩下12000块，却敢全部掏给一个陌生人。这样的人会为了钱委屈自己吗？沈太太嘴唇动了动。如果您觉得我配不上听兰，那请您给我时间，让我变得配得上。客厅里安静了很长时间，沈太太盯着我看了又看，目光渐渐没那么锋利了。她坐回沙发上，端起茶杯却没喝。林婉，你刚才说你不图沈家的钱，这话我记住了。她抬起眼皮，但如果有一天让我发现你说了假话，阿姨，我打断她，我是穷，但我不贱。沈太太的手顿了一下，江诗雨在旁边急得不行，看看沈太太，又看看沈听兰，想插话又插不进去。他今天精心设计的这场婆媳联手劝退，完全没按剧本走。诗雨，你先回去吧。沈太太忽然开口。阿姨，回去。江诗雨的脸彻底垮了，他站起来，拎着包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，高跟鞋噔噔噔踩过地板，摔门走了。门关上的声音在客厅里回荡。沈太太放下茶杯，站起来走到我面前。她比我想象中矮一点，语气压得很低。今天这关算你过了。她回头看了眼沈听兰，你爸那边我去说。沈听兰愣了一下，妈，别高兴太早。沈太太抬手制止她，我只是暂时不反对，不代表同意。你爸身体不好，董事局也不太平，外面多少人盯着你出丑。你要是真喜欢他，就好好护着他。顿了顿，看向我，你也一样。既然选了这条路，不管多难都得走下去。我沈家的媳妇不能是个软骨头。是。我深深鞠了一躬，谢谢阿姨。叫阿姨还早。她转过身去挥了挥手，走吧，下次来带点水果就行，别买豆浆。出了老洋房，天色已经暗了，梧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，街上飘着晚饭的菜香。我站在车旁边，长长呼出一口气。你妈，她不喜欢你的话，不会让你下次再来。沈听兰拉开车门，
上车。车子驶出别墅区，路灯的光一道一道掠过车窗。我靠在椅背上闭了闭眼，过关了，至少暂时过关了。可僵尸宇刚才那个眼神，总让我觉得这事没完。沈太太点头后的第3天，我在公司加班到晚上9点，收拾东西准备走。电梯门打开，僵尸宇站在里面。林婉，聊聊。我们没什么好聊的，关于沈听兰的身世，关于10年前那场绑架，有些事他从来没跟你说过吧？电梯门快关上了，他伸手挡住。5分钟，楼下咖啡厅。僵尸宇点了杯美式，开门见山。沈听兰是不是跟你说过，10年前他被绑架，有个小女孩救了他？是。那你知道绑架他的人是谁吗？我没说话，等他继续。是他亲叔叔，沈家的2把手沈正雄。沈正雄想夺权，绑架了沈听兰，要挟老爷子退位。后来警察找到人质，沈正雄被抓判了15年。僵尸宇搅着咖啡，声音平静，但沈听兰一直觉得是他害了他叔叔，因为当年他叔叔对他特别好，带他骑马打球，送他第1辆跑车。小孩子分不清真假，只知道那个疼他的叔叔因为自己进了监狱，他从来没有原谅过自己。他抬起头盯着我，嘴角带笑，而那个救了他的小女孩是他心里唯一的光。所以林婉，你觉得自己为什么会被他看上？因为你有魅力，因为你特别，都不是，只因为你碰巧也叫小雨。咖啡凉了，他的每一个字都像针，一针一针扎过来。他爱的不是你，他爱的是那个记忆里的小女孩，是你名字里的2个字。如果那天在医院遇到的女孩叫小红，他就会娶小红；遇到叫小兰的，就会娶小兰。你只是个替代品。我站起来，把钱放在桌上，说完了。说完了，那我走了。僵尸宇愣了一下，你不生气？生气。我看着他，但气的不是他，是你。他的脸色变了。江小姐，你为了拆散我们费了不少功夫，查他叔叔的事，查10年前的案子，再拿来编一个挑拨离间的故事。可你忘了一件事。我停了一下，那天晚上在医院，他并不知道我叫什么，是我先报的名字。我掏钱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我是谁。僵尸宇的表情终于裂了。我转身走出咖啡厅，外面风大，吹得人脑子清醒。可没走几步，我看见了沈听兰，她站在路灯下，不知道听了多久。路灯把她的脸照得半明半暗，表情看不清，可她的眼睛亮得吓人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到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没说话，用力很大，指节都白了。僵尸宇从后面追出来，看见沈听兰脸刷得白了。听兰，僵尸宇，从今天起，江家和沈家所有的合作终止。你疯了？就为了他？不，他看着我，是为我自己。僵尸宇像被人抽了一巴掌，站在那里，嘴唇哆嗦。沈听兰牵着我的手转身走了，一个多余的字都没给他。车里安静的过分，他一路上沉默。车开到山顶那片向日葵地才停下来。夜色下，金黄色的花盘都垂着头。林婉，僵尸宇说的那些不全错，他攥着方向盘，声音很低。一开始我确实是因为名字才注意到你。10年前我获救后，心理医生说我有创伤应激障碍，被关在黑暗里3天，落下了幽闭恐惧症，到现在都不敢乘电梯。唯一让我觉得安全的记忆，是那个叫小雨的女孩从墙洞里伸进来的那只手。后来在急诊室你报了名字，我整个人都震了。我以为你就是当年那个人。
那现在呢？他转过头看我，眼睛里有血丝。现在，我真希望你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是你，那你就救了我2次，我这辈子都还不起。山风呼呼的吹，我看着他，看着这个在商场上杀伐果断，在医院里缝针不吭声，当着几百号人说要娶我的男人，此刻脆弱的像个孩子。沈听兰，如果我就是他呢？他浑身一震。10年前城南废弃化工厂，我从破墙洞里钻进去，把兜里一个馒头塞给一个男孩，他手臂在流血，人已经脱水了，可眼睛还亮着。我跑出去报了警，警察问我的名字，我说叫小雨，每一个字都让他浑身发颤。后来看新闻才知道，那个男孩是沈家的少爷。再后来，我妈病越来越重，我辍了学，日子忙忙碌碌就过了。我早就忘了那个男孩长什么样，可我记得他的眼睛很亮，像夜里看见光。他猛地抱住我，双臂箍得死紧，脸埋在我肩窝里。山风很大，向日葵在月光下摇晃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松开我，双手捧着我的脸，拇指轻轻擦过我的眼角。2次了，你救了我2次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我都赖定你了。婚礼定在9月，老宅楼下的院子里。当初沈太太说要摆在国际会展中心，180桌，请全市有头有脸的人来。沈听兰没答应。妈，我和婉婉想在这边办。这边？就那个老小区。我爸当年结婚都没在那边办，所以我想补回来。沈太太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最后叹了口气，随你吧。婚礼那天，梧桐叶刚开始泛黄，整条街被封了，不是保安封的，是街坊邻居自发组织起来的。张大妈负责维持秩序，李大爷负责收份子钱。院子里搭了个白色花架，几排木头椅子，来不到100人。我妈坐在第1排，穿着我新买的绛红色旗袍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沈太太坐在旁边，2人居然在聊什么菜市场便宜。沈老爷子的轮椅停在后面，气色比之前好了不少。刘姐是伴娘，穿着一身淡紫色裙子，到处张罗。周敏也来了，还带了晨星科技的同事。司仪请的是这条街上的老居委会主任，60多岁的老太太，拿着话筒紧张得手抖。那个，请新郎新娘入场。沈听兰穿着深蓝色西装，牵着我走进院子。她今天难得打了领带，头发也认真梳过。我的婚纱不是定制款，是在商场买的，3000块，不算贵。可阳光打在上面，裙摆上的碎钻像洒了一圈星光，中间那颗在阳光下闪着温柔的光。沈听兰先生，你愿意娶林婉小姐为妻吗？我愿意。林婉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沈听兰先生吗？我看着他，急诊室的血滴，海悦酒店的车队，山顶的向日葵，老宅的钥匙。从掏空钱包那一天开始，一切像一场梦。我愿意3个字说出口的瞬间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他低头吻我，梧桐叶从树上飘下来，阳光透过枝叶洒在地上，斑驳的光影落在我们身上。张大妈带头鼓掌，李大爷吹了声口哨，沈太太在下面悄悄擦眼泪。宴席开始，不是星级酒店的自助餐，是街坊邻居一起做的百家宴。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、清蒸鱼、饺子，摆了满满20桌。我换下婚纱，穿了件红色旗袍，跟在沈听兰后面挨桌敬酒。到第6桌的时候，一个人跑过来，陈旭。他瘦了很多，西装皱巴巴的，头发也乱。他端着一杯酒，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
晚晚新婚快乐。谢谢。我看着他，这个我曾经喜欢过，后来又恨过的男人，此刻站在我面前，落魄而憔悴。以前的事，对不起，都过去了。我顿了顿，你和陈旭，我打断他，你也好好过吧。他愣在原地，眼睛红了。沈听兰搂住我的肩，对他点了点头，带着我往下一桌走。身后传来陈旭低低的声音：婉婉，谢谢你。傍晚宴席散场，街坊们在收拾桌椅碗筷，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逐打闹，大妈们聚在一起唠嗑，热闹了一整天。梧桐树下终于安静下来。我站在3楼阳台上，看着夕阳把整条街染成金色，心里安安静静的。沈听兰走过来，从背后抱住我，下巴搁在我肩膀上。想什么呢？想以前的事。什么事？小时候，我妈在菜市场卖菜，我跟在旁边收钱找零，总怕找错了被人骂。上初中的时候，别的女孩穿新裙子、新皮鞋，我没有。可我没偷过，没骗过，在南没害过人，没算计过人。最穷的时候，只剩12000块，我拿出来给陌生人垫了医药费。我妈说，人穷志不能短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。所以急诊室那天晚上，我掏钱，跟10年前钻墙洞送馒头，本质上是一件事。因为做了那些事，才遇到你。他把我抱进怀里，紧紧的。林婉，你说完了没有？说完了。那轮到我说了。他松开我，双手捧着我的脸，认真的像在签署100亿合同。你前半生吃的苦，从今天起，我全部给你补回来。怎么补？每一天，每一顿饭，每一个早安和晚安，补一辈子。他摇头，不够，得补3辈子。夕阳落下去，万家灯火亮起来。老宅屋子里飘出沈太太和我妈一起包的饺子香，沈老爷子在轮椅上打瞌睡，楼下隐约传来大爷收音机里的京剧声。我靠在沈听兰肩膀上，看着这座城市的烟火人间。这人间不值得，可你值得。有人问过我，爱情是什么？我想了想，爱情是急诊室里的毫不犹豫，是婚礼现场的飞车救援，是山顶月下的漫天向日葵，是老宅钥匙交到你手里的沉甸甸。爱情也是从今往后每一个平凡的日子，你洗菜我炒菜，你洗碗我擦桌子，你加班我留灯，你累了我就煮一碗面。没有惊天动地，只有细水长流。我曾经是个穷女孩，穷的只剩下良心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良心就足够了，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。所以啊，别怕，好好活着，善良的活着。你的光迟早会照亮属于你的那片星空。